女朋友演老八穿越到了怪谈场景，回家请帮他活下来。Presley， 老八回到家后，父亲的行为有些异常。母亲在厨房做饭，老八被父亲邀请一起唱歌，但在唱到一句歌词的时候，电视却突然卡住了。老八吓得愣在原地，片刻之后他回过神来，想要去修一下电视，却突然发现那只黑色的猫不知何时出现在了电视的下方，正用一只爪子搭在电视的线上。就是它，猫指定是好的啊，但是你现在绝对不能表现出对猫有好感，你得假装讨厌它们。老八咽了咽口水，大声呵斥了黑猫一声，黑猫吓得慌忙逃窜，电视这才恢复了正常。而当老八转过头时，发现厨房的门口父母两人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。装个傻吧，你拿手。老八憨笑一声，说这猫真欠揍，说着话还朝着猫逃走的方向踢了空气一脚。父母这才同时露出了笑容。母亲说，你们别唱了，饭菜马上就好了，快摆好桌子和碗筷。老八听话地放下话筒，摆好了餐桌和碗筷。那只花猫此时叫了一声，吸引了老八的注意力。花猫顿时窜到一旁，它刚才挡着的墙上出现了3条规则。规则7：如果你发现父母总是在暗处盯着你，请放心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他们只是在寻找时机。规则8：在家里千万要注意卫生，父母都是极其爱干净的人。规则9：请尊重家里的2只猫，它们的年龄比你还要大。我已经大概明白是什么事儿了，不过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你该吃饭吃饭，少吃粉丝，多吃肉。老八乖乖地坐在了餐桌上，母亲不断地从厨房端出香喷喷的饭菜，每一道菜看上去都很精致，尤其是其中一道红烧猪肘，看上去肉质松软，非常可口，而另一道粉丝扇贝上粉丝竟然有些发黑。母亲见老八看向那道菜，顿时笑着说道，快尝尝这道粉丝。黑粉也是粉呢，加一点吧，你妈那不是说了吗，让你尝尝。老八挑起了一根，颤抖着放进自己嘴里，粉丝又酸又苦，有种令人作呕的油腻感，而且根本嚼不动。老八需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将其咬断，但老八依然装出享受的表情，一点一点地往嘴里送。看到这一幕，父母才都笑了起来，他们各自夹了一大坨粉丝放在自己的盘子里，开始吃了起来。只不过他们吃粉丝的举动让老八汗毛倒竖，只见那些粉丝在父母的嘴里乱成一团，不管他们怎么吞咽，用舌头搅拌，那粉丝都是粘牙倒齿，进不去也出不来。母亲似乎脾气有些暴躁，她竟然将手伸进了嘴里，将粉丝往喉咙里送，同时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声音。而父亲在勉强吞进一些粉丝之后，则不停地弓着身子干呕了起来。见此情形，老八默默地将粉丝吐了出来，夹起一块肉吃。你吃2口得了啊！我现在需要你干一件事来确定我最后的猜想。你找个借口说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没换鞋，地面上指定是有土，然后你扫扫地。老八又吃了几口之后，对父母说他并不太饿，随后以地面不干净为借口说要扫扫地。父母却像是没听见老八说话一样，自顾自地嚼着粉丝。老八悄悄地离开餐桌，拿起扫把开始扫地。只扫了一小块之后，老八就发现了问题，地面上满是猫毛，由于毛的颜色和地面一致，所以先前并没有发觉，现在只扫了10几下就聚集了一小堆。行了，你放下扫把，说你困了，赶紧回你的房间。老八佯装疲惫地打了个哈欠，说赶路很累，想去睡觉。不知何时，又从身后一直盯着他看的父母都点了点头。父亲还贴心地嘱咐他一定要睡个好觉哦。老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将房门轻轻关好。事情的真相已经很明确了，现在的时间是半夜都快12点了，这个点吃饭唱歌，这根本就不是正常人类的作息时间。父母极其爱干净是真的，父亲之前就一直在扫地嘛，屋子里也收拾得一尘不染，但地面上的猫毛却没有被清理掉。为啥呀？因为在他俩的观念里，猫毛根本就不脏，不需要清理。而且父亲之前跟着你走进卧室，竟然一丁点的声音都没有吗？这一点别说人了啊，狗都做不到，只有猫。他在床对面学你的动作，看你这动作也是典型的猫行为。他以为啊，你跟他闹着玩呢。所以红字里的他们指的都不是你的父母，而是这2个人。
而结合最后一条规则里，家里的2只猫年纪都比你大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现在的年龄没有20也有18，2只猫怎么可能比你大？除非那2只猫是你真正的父母，要不然呢，那黑猫也不会想方设法的提醒你跑。而现在的父母原本应该是2只猫。至于他们是怎么篡位的啊，咱们现在还不得而知。但规则1说的和父母团聚，他们需要你，这就是你必须回家的作用，来解救你的父母。老八说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他是不是应该抱起父母赶紧离开？杀死他们俩的方法就写在规则里呢，你跑啥呀？按照规则5，只要想办法窥探到他们的秘密，就能消灭他们俩。而秘密往往藏在夜最深的时候，所以咱们沉住气，等一会儿。老八虽然很困，但并不敢休息，关了灯，靠在房门上，等待的时间1分1秒的过去。外面的父母收拾完东西就关了灯，回到了卧室。此时的时间已经到了12点整。老八又挺了2个小时，外面终于再次出现了动静。虽然没有脚步声，但是却能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和客厅里东西挪动的声音。到时候了，你也出去看看，不过你也别有脚步声啊，你爬出去。老八轻轻推开房门，手脚并用地爬到了客厅。光线昏暗，但他却能隐约看到2个人形的黑影正蹲在2个猫砂盆上，似乎是在方便。庞大的身躯压得猫砂盆嘎嘎作响。老八呼吸粗重了起来，4只蓝色反光的眼睛突然转向了老八。随后是2声尖叫响起，2个身影狂风般冲到了打开的窗户旁，纵身跳了出去。老八猛地起身，打开了灯，发现2只猫正蹲在餐桌上，刚才跳下去的正是刚才做饭的父母。可是老八担心对方摔不死，毕竟这里才4楼。放心吧，如果他们还是猫的话，那指定是没问题。但现在变成人了，规则要他们死的话，谁也活不了。而且你别忘了，他俩连头发都嚼不烂。